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今天我们来吃已经过期的瓜。这件事情发生在3月1号，不过那个时候刚好我在打着黄天的 KVK， 所以没有跟到。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要讲一下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又有什么瓜发生了。那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在之前呢有1365、2489、1175发生过的一场 KVK， 那时候是打英雄战歌，这是当时候他们分配出来的地图，结果你们猜怎么样？这一次他们的地图又变成这样子。那3个王国是原封不动的又搬回来了。那他们外交结果是已经确定了的，1175说不要跟846合作，所以这两个分开了，然后1365跟2489两个绑定在一起，变成2打1打1。但是在外交的途中，其实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几乎啦算是每个王国都被嘲笑，好像除了1175之外，全部都中招了。不过插个题外话啦，1175跟1846这两个真的是渊源啊。他们不是第2次遇到在同一个地图了，而是超过3次了吧，我觉得。我印象中还有一次是在之前的丙午尝试，两个也是在同一个地图里面。所以就像我之前所说的，现在先锋王国越来越少的关系啊，所以很多王国呢一直来来去去都是打同一个目标，或者是同样的王国又在同一个地图里面。那么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故事。这个贴文是我在讨论区第一个看到他写关于这件事情的人，内容写到1365跟2489两个最佳的小丑王国，他们害怕战斗和公平的 KVK 分配。那他这个贴文有说到下面有不少的截图，全部都是他们外交里面的内容，还有说到2489的玩家似乎是一直不断的去删除或者是修改他们的评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玩家所分享的截图里面有写什么东西。 OK， 又是这么长篇大论，我们一句一句慢慢看。从这里他标记的人呢，就可以看得出这个发帖的人应该是来自1846的。事实上他并不是1846的原本国王，原本的国王是拉古纳，他之前好像说要离开游戏一段时间，所以这个应该是新上任的国王或者是外交之类啊，这个我不太熟悉啊，有哪一些观众知道的可以纠正我。在一开始他就说到，原本他想要给大家带来一场公平、平衡还有充满乐趣的 KVK， 但是1365跟2489他们拒绝讨论平衡的 KVK，所以他们得出来的结果就是 2v1v1， 就是我一开始所讲的1365加2489打水阵营，还有1175。你们可能会看到一些365跟2489合作2打2的一些假消息，这是他们制造出来的假幌子。什么意思呢？就是1365跟2489他们可能抢先公布说我们是2打2，但事实上1175跟1846他们还没有讨论说要合作。他们会抢先发布，只是要为了让大家觉得说原来他们这一场 KVK 是2打2，但他这里有明确的说到他们绝对不会跟1175合作。外交应该是要互相尊重的，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们的语气非常直接，对1846咄咄逼人。在外交开始的时候，2489跟1365他们就直接宣布结盟了，他们直接表明了立场。我甚至没有讨论过任何选项，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机会去选择要跟谁结盟，只有水阵营，也就是他们自己本人1846还有1316有给出不同的选择方案，包括上打下、左打右还有 free for all。 他们也是拒绝了不平衡的外交提议，甚至他们所有方案都被否决了。1365和2489他们拒绝讨论任何平衡的 KVK， 846尝试了2天，甚至等了15个小时才有人冷静下来。他们对公平 KVK 的恐惧甚至是超过了第2次失败，这个是指1365，还有4连败，这里指的是2489，他们已经输过很多场 KVK 了。至于1175，他们只是说了一句我们是最弱的，他们只想要一个盟友，就是这样子而已。不敢相信，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拒绝必输的局面，一个不平衡的 KVK。 简单的来说，1365加2489等于更多玩家，更多高消费的玩家，更活跃，还有更高的击杀。365跟2489他们试图夸大数据迎合他们的说法。老实说，第3跟第4王国的表现令人绝望，这里指的是365跟2489他们在国际服的排名。但是没有人感到惊讶，1846在上一次的 KVK 中看到完全相同的行为。在那一次水阵营，这里指的是咪咪还有其他2个 A 王国震惊了整个游戏。不幸的是他们没有办法做比较，186正处于压缩过渡期，然而1316只有80名玩家，甚至没有办法跟1365相比。这里指的是上次1175，虽然他们不是一个很强的王国了，但是他们跟其他的王国合作之后变成一个很强大的阵营。所以可以看到上一次 KVK 的时候，水阵营也就是1175跟1079还有1188合作可以打败1365，
但是这一次1846加1316他们的能力可能不如上一次的水阵营，所以他才讲这一段话。但是1365他们就试图说1316跟上次的1188一样强，都是顶级的 A 王国，但是1316的排名是在169，只有80个玩家，大家就自己下定论吧。所以他们拒绝了，这引起很大的反响，甚至1365还有289指责水阵营，也就是1846跟1316不尊重人。因此像他们在讨论区所说的那样，1846不会接受这个不平衡的 KVK。 大家的反应也证实了他所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总结来说，这一次的 KVK 是 2v1v1， 所以这个就是1846那边所说的东西啦。这是他们外交的群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外交居然是没有1846跟1316的。那个图片到底是谁分享给他的呢？我觉得比较大可能是1175分享给1846的啦。上面就有说到，如果是对线的话，也就是说是交叉合作呢，水跟风阵营是肯定会输的。假设是左右对打，右边肯定会被打败。假设从双方的公平性还有胜算的角度换算下来的话，上下合作是最合理的，也就是1365跟1846合作，1175跟2489合作。所以我觉得最上面的那一句话应该是1175所说的。假设是根据1846那封公告来看的话啦，还说到如果是1365跟2489合作的话，他们只要丢要塞是不可能会被摧毁的。根据 XOXO 的对话，他比较大可能是1846的人。假设1846加1316打1365的话，会有惊人的战斗体验，而且这两个对打不能保证到底谁会获胜。2489跟1175他们在关卡4的时候也是会有相当的数量战斗，除非1175想要放弃 KVK， 他们的实力其实是相当的。想要证明自己是顶级先锋王国，就必须要舍弃实力，这里所指的就是用自己的战力努力的去对抗2489。下面很长一段呢，就是假设哪一方胜利哪一方赢了之后，他们可以进皇庭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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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东西其实我觉得不是很重要，所以可以跳过。所以下面那一段是比较重要的，他就有讲到如果是交叉结盟的预期，因为他觉得1175有很大可能直接放弃不打，所以他们应该是不会离开关卡4，变成那样1365跟2489他们只是要跟水阵营战斗而已。对水阵营来说，打两个顶级的先锋王国是不合理的，他们也只能选择其中一个战斗而已。那根据地图来看，他们只能打1365，变成这场 KVK 毫无意义，也非常可悲。因为我也不在他们的外交群里面，所以他们接下来有没有回复什么东西，有讲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所以这边我不评论。但是下一个截图他就直接发了这个图片，1365他们是直接宣布了跟2489合作。这个时候846他们还是有讲到他们不同意，还是坚守昨天的想法，要么就是公平的 KVK， 要么就是 free for all。 然后 Arvix 就出来讲话了，在之前的 KVK 中有包含2打4还有上一场 KVK， 他们都是选择了自己想要的盟友。当大家都觉得他们是打简单的 KVK 的时候，谁能知道他们最后是输掉了 KVK。 这里所说的2打4就是他们上一次跟1474合作的时候，原本他们是已经打到皇庭了，谁知道在皇庭的时候就被偷屁股，最后是输掉了 KVK， 从胜利变成失败。但是他不后悔他们这样子的决定，如果时间倒流的话，依然还会选择一样的队友。他认为这一场 KVK 1365跟2489合作是最公平的选择，并且他认为这一个赛季里面最强的阵营就是1846加1316。他也尊重1846，也是看过1846是怎样重组自己的王国，不过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外交，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也不会后悔。最后的截图是1175那边所发表的言论，1175好像没有什么想法的，好像没有什么主见那样子他唯一有说到的就是左右对决是绝对不公平的。所以我认为1175他们当时候的想法只有3个，要么就是 free for all， 要么就是上下对决，要么就是角落对决。还有说这一次的外交很复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所做出来的数据。这个列表做出了2个数据，一个就是角落对决，另外一个是上下对决。那么其实如果是根据数据来看的话，这2个都是可以选择，但是下面那个数据好像比较好一点，双方的战力是差不多的，然后击杀也不会拉得特别远。如果是上面那个的话其实他们的战力有相差一点点，这个没有关系的，但是击杀比起下面的数据还要稍微拉远了一点。我个人觉得其实这2个数据都不会相差到很离谱啦，我是觉得都可以接受的。但问题就是他们外交谈不拢。所谓的外交就是大家要一起同意出来的结果，而不是我出了这个结果，然后你不服他不服，结果这个外交就崩掉了。就像上次93跟960的 KVK 那样，就是外交谈不拢，结果直接崩掉了。最后这封邮件也是来自1316那边发出来的，他也是直接说了这一次的 KVK 是2v1v1，
火加风阵营，然后打水阵营，还有打土阵营。他们没有任何选择，因为365跟2489他们已经提早结盟了。对于这个不平衡的外交，所以他想要公平的对待他下面所有的玩家。在这场 KVK 不要战斗，不要消耗任何的水晶，并且好好的利用这一次的失落之地，就是好好的种田之类的，然后准备下一次的 KVK。简单的来说，就是1316他们选择不打。还有玩家很贴心的整理出了他们这一次外交的简化版。第一个 Free for All 的选项1365、2489、1175都是拒绝的。左右对打1175、2489、1365，认为这个是最不公平的局面。上面打下面1365跟2489，他们觉得水阵营比1365还要更强，而且这样的分配对于上面合作阵营，也就是1365跟1175不公平。但是1175、2489、1365他们是同意了交叉对决，就是一个 X 字形合作，这也是唯一一个大多数人同意的方案。只有1846侮辱了2489跟1365，他们甚至觉得说1846加1316是比2489还要更弱的。你们有更多的玩家，更多的战力，更多的击杀，并且1316他们已经连续胜利了9次，甚至在最后一场 KVK 没有战斗多少，这个在之前的影片有提到过，他们的外交也是崩掉了。而且他也不明白，拥有90亿战力的联盟加上140亿的联盟，怎么可能只有80个玩家？因为1846一直坚持自己的说法，所以最后自己决定 Free for All 就离开了聊天室。最后还有说到以前的1846国王拉古纳跟妮娜比起现在这位国王较弱的还要更加受到尊重，所以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子的。我只能从讨论区那边挖到有限的资源而已，我不清楚他们私底下还有没有讲其他的东西。不管怎样，他们这个地图是已经决定了 2v1v1， 并且讨论区分成了2批人，有些人觉得是1846毁掉了这一场外交，大家都同意，唯独只有你不同意而已。还有1316直接选择放弃这一场 KVK， 这一点也是被大家批评。另外一批人就是说1365跟2489他们预先结盟的事情很可耻。我自己本人呢也不批评到底哪一方是对哪一方是错的，因为确实以我的角度去想，假设我是1846的话，我是肯定会觉得不公平，为什么大家都不听我的意见？那假设我换去1365或者是2489的想法的话，确实这样子分配也算是公平啊，只是你不接受而已。就连1175都同意了，为什么你不要？所以我不会讲哪一方是对哪一方是错的，我的想法只有一个，你们快点打起来吧现在游戏已经很无聊了，你们快点打起来吧，我想要看真正的战斗。至于1316是不是真的决定不打 KVK 呢？他讲取决于在1846他们到底要不要出去。如果1846他们选择要打的话，他们还是会打。来自2489的河粉也是发了这个贴文说，看起来是一个公平的 KVK， 等不及等下一个关卡了。那根据他分享的图片呢，其实1846跟1316他们拥有最高的荣誉值，接着1365、2489，最后是1175。我觉得河粉发这个贴文的想法就是跟大家说，其实他们这样子的外交结果才是最公平的。最强跟最弱的应该要结盟，两个在中间呢才应该要合作。不过当然的，当他发布这个贴文出来之后，有很多人笑他，说这个东西呢其实也不能代表什么，说1365跟2489只是想要 easy 的 KVK， 所以才带风向说到他们自己好像很弱那样。至于各位观众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如果哪一些地方我说漏或者是有错误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